今天是2022年10月24日晚上10点钟。现在我是在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今天是又约了土耳其的朋友，今天又谈论了一下我现在很关心的居住许可和工作许可的问题。今天是星期一，上周五我去伊斯坦布尔周边的一个城市叫做盖布泽移民局申请居住许可，资料没有提交上去，直接就在第一道收资料的地方就拒签了。原因是我拿出来了从事商业活动的一些资料，比如说这次参加展会的邀请函、展会公司的营业执照，以及我参加展会的一些现场照片。移民局第一道窗口收资料的时候就给我退回来了，就相当于是拒收。他给我讲的是说，如果我交上去的话，我的这种情况100%是通不过的，所以就拒收了，让我在伊斯坦布尔这边再申请。因为我的邀请函是伊斯坦布尔的公司开的，而我在周边的城市申请居住许可，这个有点说不通。我为什么要在周边城市申请呢？因为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在伊斯坦布尔的外国人特别多，所以伊斯坦布尔这边关闭了很多一部分的这个社区，拒绝接受外国人居住申请。有的社区达到20%的外国人的比例，这对于当地的本地居民来说是有点影响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径，就是避开热闹的城市，就选择了周边的一个省叫做科贾埃里，它的城市名字叫盖布泽。但是呢，我就进去了2分钟，移民局的官员就把我的资料退回来了，让我在伊斯坦布尔申请。有一种说法就是我的这个并不叫拒签，而是叫拒收资料，也就是说没有记录，没有申请居住许可的记录。所以周五就得到了这个特别不好的消息，周六就在想办法，然后昨天星期天也在查资料。今天呢，昨天晚上就约了土耳其的朋友出来，今天想要讨论一下我的这个情况，以及工作上面的一些规划。今天跟他讨论的议题有6项。第一项呢，就是关于在这里注册一个公司的问题。就是我注册一个公司，然后用公司的这个法人的资格去申请工作许可。关于这一条方法呢，就是最后经过讨论，这个方案不可行，因为注册公司的前提条件就是需要居住许可。如果没有居住许可，基本上就是不能够在本地注册公司。第二项是通过语言学校来申请学生签，因为通常学生签都是人在外国，就是人在本国，然后申请外国的语言学校。
我现在呢是已经在伊斯坦布尔了，想在这里申请语言学校，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申请学生签。得到的结果就是，没有明确的答复，因为今天接电话的是一个老师，语言老师，他并不负责签证这一块儿。第三个呢，就是关于工作许可的问题。因为我的这个土耳其朋友他自己有一个公司，如果他有公司呢，我想是自己就挂在他的公司名下，然后用雇佣，用一个本地公司雇佣的这个方式来申请工作许可，这样就可以在本地从事工作。也不可行这个方案，因为移民局有一条规定，只有本地公司的本地雇员大于5人才可以雇佣1个外国人。所以呢，我朋友现在他的公司没有这么多的雇员，所以这个方案呢也被 pass 了。剩下的2个就是关于一些私人的事情，就不在这里讲了。虽然是人在外国，但是幸好有本地的朋友，有些事情还可以商量一下，并不是举目无亲。这个本地的土耳其朋友，我还是比较信任他，因为我们以前就是一起工作了2个月，我觉得这个人还是比较真诚的。然后明天又和他约了去拜访一下光伏行业的客户。因为要拜访的这个客户是以前我在土耳其做项目的设备安装的时候的这个客户的老板。明天想去拜访一下，因为这个老板现在也在伊斯坦布尔，所以就是明天过去拜访一下，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可能的机会可以合作。这个是塔克西姆广场，塔克西姆后边那个是地标雕像。这边是一个清真寺。好，再见。